你是否曾感觉自己在一台永不停止的跑步机上奔跑，追逐着下一部闪亮的手机，下一个承诺实现抱负的晋升，下一个验证你存在的赞，结果却带着灵魂深处的疲惫发现，终点线就在你即将到达时移动了。你所感受到的这种饥饿，这种对更多的永不满足的需求，让你夜不能寐，日不能安。这不是性格缺陷，这不是你程序中的故障，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无形的架构，一项被刻意构建的政策，不是为了满足你，而是为了让你永远饥饿，确保你继续奔跑，继续消费，继续在一个更大的游戏中做一个顺从的棋子。这种感觉自己是一个木偶，被你不理解的力量牵引着绳索，是真实的。你观察着世界上肆无忌惮的贪婪，在那些为利润牺牲福祉的公司里，在那些承诺天堂却带来混乱的政客身上，你感受到一种厌恶和对他似乎赋予的力量的可耻极度的毒性混合物。在内心深处，最令人不安的真相是，你怀疑自己最深层的欲望，最内在的雄心，也许并非真正属于你。他们被植入了，被算法、被消费文化和社交比较的无声压力在你耳边低语。你正在活着一个由他人编写的剧本，一个廉价多巴胺的循环，随之而来的是任何购买都无法填补的存在空虚。但如果你能扯断这些绳索呢？如果你能理解这台不满足机器背后的机制，并且不再是一个齿轮，而是成为自己思想的工程师呢？这个视频的承诺正是如此。它不是要你压抑欲望或过一种禁欲的否定生活，它是要你理解欲望的政治。今天你将收到通往这种理解的地图，一本分为4条强大法则的战略情报手册。在我们旅程的终点，你将不再是你命运的被动消费者，而是你内心世界的主权建筑师。如果你准备好开始这场变革，请订阅频道，以免错过任何策略，并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你的旅程。逃离这台无形跑步机的解决方案，不在于用蛮力对抗你的欲望，这是一场你注定会输的战斗，而在于成为你自己内心世界的战略大师。斯多葛哲学结合现代心理学的见解，不是一套古老而尘封的教条，而是有史以来发展出的最复杂的思维技术。它是一本战略情报手册，一份你意识的操作指南。它提供了工具来描绘支配你冲动的内外力量，让你从一个受支配的主体，对每个外部刺激做出反应，转变为一个主权的统治者，审慎地选择将你的精力和注意力投向何处。这是从木偶到大师，从混乱到内心秩序的转变。要开始这段旅程，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贪婪的概念。社会教导你把它看作一种七宗罪，一种应受审判和压制的道德缺陷。忘了它，从今天起，你将把它理解为一种控制技术。在外部，它是消费系统和比较文化用来操纵你，让你保持在永恒欲望状态下的主要工具。然而，在内部，贪婪是一种原始的、强大的、根本中性的能量。如果不被理解和支配，它会在你的头脑中产生混乱，一场内战。但是如果被驾驭，它就成为构建有目的生活的最强有力的燃料。目标不是熄灭火焰，而是学会引导它的火焰。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也许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他不仅在帝国的边疆作战，更主要的是在自己的内心作战。在他的沉思录中，他写道，你生活的幸福取决于你思想的质量。他明白，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控制外部世界，而在于统治自己思想的城堡。他知道，对名誉、财富和认可的欲望就像奸诈的顾问，总是要求更多，从不提供和平。斯多葛学派的古老智慧是我们构建这座内心堡垒的向导，教我们区分那些增强我们的欲望和那些奴役我们的欲望。这一刻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你必须理解的第一条法则是被编程的真空。现代系统不是在你的满足中繁荣，而是在你的匮乏中。它通过在你内心刻意制造一个真空，一个存在主义的洞，然后它主动提出用产品、服务和数字验证来填补这个洞。你并非生来就感觉总缺点什么，这是从童年起就被精心设计并安装在你脑海中的。
广告、媒体叙事和社交网络算法是用来挖掘这个真空的工具，用来让你相信你的生活就其本身而言是天生不完整的，幸福只是一次购买之遥，总是在下一个地平线上。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毁灭性的，因为与之斗争似乎是在与呈现给你的现实本身斗争。你的头脑被训练去相信，你的不满之源是内在的，是一种个人缺陷。你因为不满足于所拥有的而自责，因为嫉妒而自责，因为想要更多而自责。这种内疚是你监狱的锁，自然的倾向是在问题被创造的地方寻找解决方案。在消费中，在追求地位中，在他人验证中，你奔跑着去用噪音、用分心和用短暂的获得来填补真空。相信这一次填补将是永久的，这是系统需要你保持的希望，以继续运作。想象你的思想是一个广阔而繁荣的王国，被编程的真空的建筑师们就像敌方工程师，他们秘密地改道滋养你土地的河流，造成人为的干旱，然后他们以仁慈的商人的身份出现在你的边境，用小瓶子以高昂的价格向你出售水。他们创造了口渴，然后再出售解渴之物。你作为君主，看到你的人民、你的思想和情感在衰弱、绝望中。你相信这些商人是你的救世主，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才是你苦难的根源。你的王国变得依赖于外部供应商，失去了自给自足和主权。这一点的结论是一种智力上的反叛行为。通过理解被编程的真空，你不再是一个受害者，而成为一名分析师。你开始将广告、潮流和影响者不视为灵感的来源，而是一个控制系统的代理人。你获得的力量是清晰的力量，你停止试图填补真空，开始质疑它的存在本身。你意识到王国从未干涸，满足的河流、目标、美德、连接一直都在那里，你只是被教导去忽略它们。统治自己始于重新控制你自己内在的滋养来源。填补这个真空的第一步是理解它所产生的饥饿的本质。这种饥饿是由一种稀缺的幻觉所滋养的。系统需要你相信幸福、成功与和平是有限的资源，是所有人争夺的对象。社交网络是这种观念的主要驱动力，展示着源源不断的经过边际的生活，似乎拥有你所缺少的一切。这种持续的比较是让你日常面包变苦的毒药。你感到落后、不足，置身于一场你从未报名参加却又拼命想赢的竞赛中，却不知道这场比赛被设计的没有终点线。克服这一点的困难在于我们的生物学。我们的大脑被编程为对社会认同和等级制度做出反应。渴望别人拥有的东西并寻求更高的地位曾是一种生存策略。现代系统黑掉了这种原始本能，它将社区变成了一个竞争的竞技场，将地位变成了消费的度量标准。试图忽略它，就像试图在暴风雪中不感到寒冷。你的神经编程和持续的文化压力合谋，让你专注于你所缺少的，使满足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费力的、几乎反自然的抵抗行为。在你的王国里，这相当于邻国持续举行的节日，其声光日夜传到你的城墙内。你着迷的公民望着边境之外，确信真正的生活发生在那里，而不是这里。他们忘记了耕种自己的花园，庆祝自己的节日，因为他们沉迷于一种不属于他们的幸福。作为君主，你的挑战不是建更高的墙来阻挡声音，而是在你自己的王国内创造一种如此丰富和有意义的文化，以至于邻国的节日变成无关紧要和遥远的噪音。通过掌握这种理解，你将获得巨大的力量，对极度的免疫力。你学会了不把别人的成功看作是你不足的证明，而是一个中性的事件，发生在你管辖范围之外。你曾经花在比较和欲望上的精力，现在被重定向到内部，用于耕耘你自己的领域。你放弃了对外部地位的绝望追求，转而坚实地构建内部价值。你成为了那位知道王国真正财富不在于模仿邻国，而在于按照自己的条件，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独特繁荣的君主。这个欲望循环是由一种强大的武器维持的，廉价的多巴胺。每一次购买，每一次通知，每一口超加工食品，都是一种被设计成会让人上瘾的微小快感冲击。系统不希望你寻求那种来自目标或精通的、需要努力和耐心的持久幸福。
他更愿意卖给你小剂量的及时满足，让你不断回来索取更多。你成了一个刺激成瘾者，把欲望的暂时缓解与真正的幸福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是无数产业商业模式的基础。内心冲突在于，你的大脑渴望走这条阻力最小的道路。追求目标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攀登山峰之旅，而廉价多巴胺的循环则是一个色彩鲜艳诱人的滑梯，通向一个无底洞。选择攀登山峰需要巨大的意志力。自然的倾向是屈服于当下的冲动，屈服于快速缓解的承诺。即使经验一再告诉你，在短暂的快乐高峰之后，随之而来的空虚比以前更深、更黑暗。在你的王国里，廉价的多巴胺就像一个江湖骗子法师，他给人们提供一种药水，让他们兴奋几分钟，但随后却让他们病恹恹、无精打采好几个小时。人们为了逃避无聊和建设王国的艰苦工作，排队等候这种药水。作为一个明智的君主，你不用暴政禁止这种药水，因为那只会增加它的吸引力。相反，你投资建设剧院、学院、作坊和图书馆，这些活动提供更深层、更持久的满足感。你提供一个更优越的替代品，使江湖骗子的药水相比之下显得过时和可悲。结论是，你成为了自己快乐来源的策展人。你不再是被动的寻找刺激的人，而是审慎的构建满足感的建筑师。你获得的力量是战略性的自我控制。你不是否定自己的快乐，而是选择高质量的快乐，那些滋养你而不是耗尽你的快乐。你学会在努力中找到喜悦，在纪律中找到满足，在成为更好自己的旅程中找到幸福，从而打破对多巴胺的成瘾枷锁，解放自己去追求真正重要的东西。第二条法则更为微妙和强大，是模仿性欲望。这是哲学家勒内·吉拉尔精辟阐述的一个概念。他假定我们绝大多数的欲望并非原创，我们渴望事物并非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我们看到别人渴望它们。他人的欲望就像一个认可的印章，赋予物品、地位乃至人以价值。你想要那辆车，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设计，而是因为它标志着一种你在他人身上学会了钦佩的成功。你想要那个职业，不仅仅是因为激情，而是因为它被你的社会认可为有声望。我们是模仿性的生物，我们的欲望是会传染的。这里的内心冲突直接打击了我们的自我。我们喜欢相信自己是自主的个体，拥有真实而独特的欲望，认为我们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者。我们最深切的渴望实际上是他人渴望的回声。这种想法令人深感不安。自然的倾向是拒绝这个观念，捍卫我们梦想的原创性。这种否认阻碍了我们进行必要的内省工作，剖析我们的欲望并追问，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我想要这个，还是我想要我相信这会给我在别人眼中带来的地位？想想你的内心王国。模仿性欲望表现为邻国大使在你宫廷中的影响，他们前来炫耀他们的珠宝、武器和习俗。很快，你自己的贵族和顾问，你的思想派系开始觊觎这些东西。他们向你作为君主施压，要求你放弃自己的传统，采纳他人的传统，声称这是通往进步和尊重的唯一途径。如果你不是一个对自己王国有清晰、真实愿景的领导者，你的文化将逐渐被侵蚀，并被一个苍白的他人文化模仿品所取代。结论是，通过理解模仿性欲望，你成为了自己思想的考古学家。你学会了挖掘社会和文化影响的层次，以找到你真实欲望的核心。你获得的力量是真实性，你从外部验证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因为你的内在罗盘现在指向一个只属于你的北方。你停止参加你没有选择的竞争，开始基于真正的价值观，而不是短暂的潮流来构建生活。你成为定义自己王国文化的君主，而不是输入他人的文化。要应用这条法则，你必须首先识别你的欲望模型。你无意识地模仿其选择和生活方式的人或群体是谁？他们可能是名人、导师、一群朋友，甚至是一个对手。这些人不仅仅是灵感的来源，他们是你欲望的中介。他们指向你应该想要的东西。没有这种意识，你注定要生活在一种模仿性的竞争中，
一种与你的模型之间心照不宣的竞争，其目的不是欲望的对象本身，而是战胜模型，证明你与它相等或优于它。这样做的困难在于，这些模型常常在潜意识层面运作。承认你正与一个朋友或同事为地位或认可进行无声的竞争是不舒服的，这需要对自己极其诚实。自然的倾向是用合理化来掩盖竞争，说你追求这些东西是为了自己。但证据在于，当你的模型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时，你的感受。如果主要的感觉是嫉妒和痛苦，你就被困在模仿游戏中了。这是一个无人能赢的游戏，因为它总是导致挫败和怨恨。在你的王国里，模型就像外国英雄，你在你的广场上为他们树立了雕像，你的公民每天都经过他们，并开始相信真正的伟大只存在于这些英雄身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潜力中。作为君主，你的工作不是愤怒地摧毁雕像，而是开始庆祝并为你自己王国的英雄，那些独属于你的美德、才能和价值观建立纪念碑。你必须向你的人民展示，伟大不需要进口，它可以而且必须从内部培养，基于你自己的历史和身份。这种实践的结果是从竞争中解放出来。当你理解了这个游戏，你可以选择不玩。你获得的力量是自主的目标，你可以欣赏他人，向他们学习，但你不再需要与他们竞争。你的目标变得内在，而非比较性的。你开始衡量你的进步，不是相对于他人，而是相对于昨天的自己。你成为了那位君主，他不再与邻国进行无谓的地位战争，而是将所有精力集中于使自己的王国尽可能强大、繁荣和有德行。逃离模仿陷阱的策略是有意识的差异化。一旦你识别出某个欲望是模仿性的，你有两个选择：放弃它或转变它。放弃一个欲望意味着认识到它不服务于你更大的目标，并简单的放手。转变它意味着找到一种以你自己的方式追求类似目标的方法，一种与你独特价值观相符的方式。如果每个人都在通过投机追求财富，也许你可以通过创建一个有目的的企业来追求财务独立。这是相同的能量，但被重定向到一条真实的道路上，这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求顺从的压力是巨大的。走一条不同的路意味着冒着被嘲笑、孤立和失败的风险。模仿的道路是安全的，被大众验证和喝彩。选择差异化就是选择先驱的孤独。他需要对自己的愿景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一种承受不确定性和他人不赞成的能力。自然的倾向是回到安全的羊群中，回到因渴望与他人相同的东西而来的轻易验证。成为自己欲望的作者需要勇气。在你的王国里，差异化是主权的终极行为。当所有邻国都痴迷于建造最高的塔时，你决定投资建造最美丽的花园或最完备的图书馆。起初，他们可能会嘲笑你，称你为傻瓜或弱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的王国变成彼此的复制品，空洞而没有灵魂时，你的王国将成为文化、智慧和美丽的灯塔。他们会来找你，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学习。你成为标准，而不是追随者。通过掌握差异化，你超越了贪婪的游戏。你获得的力量是创新和创造。你不再是他人欲望市场上的竞争者，你是自己市场的创造者。你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个复制品。你发现最大的满足感不是来自于拥有别人所拥有的，而是来自于建造只有你才能建造的东西。你成为那位君主，他的遗产不是用他的比较成就来衡量的，而是用他所统治王国的独特之美和原创性来衡量的。第三条法则是你的主要防御工具，是斯多葛派的策略。它将使你能够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心智堡垒，意志的城堡。基于哲学家艾比克泰德的控制二分法，其原则极其简单但深刻，将宇宙中的一切分为两类：你控制之下的和你控制之外的。在你控制之下的是你的思想、你的判断、你的行动、你的意愿；在你控制之外的是其他一切，别人对你的看法、经济、天气、疾病、死亡。欲望的政治只有在你将内心的平静与你无法控制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操纵你。内心的冲突在于，
人类的心智有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倾向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我们无休止地担心别人的意见，对交通感到沮丧，对我们毫无影响的全球事件感到绝望。我们将我们最宝贵的情感能量投入到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情上，却忽略了我们拥有绝对权力的唯一领域，我们自己的品格，我们自己的选择。放弃不可控的事物，乍一看似乎是一种放弃，一种被动，而不是最高形式的战略智慧。想象一下你的王国，意志的城堡是环绕它的城墙。一个明智的君主知道他无法控制天气、邻国的收成或其他国王的决定，试图这样做是疯狂的，会导致毁灭。相反，他将资源集中于加固城墙，训练他的士兵，他的美德，并管理内部经济，他的反应。他接受外部世界的原样，连同其风暴和威胁，并专注于在自己的疆界内维持秩序、繁荣和韧性。他的力量并非来自统治世界，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不可被征服。这条法则的结论是获得宁静，即斯多葛派的 ataraxia 心神安宁。当你停止打你无法赢得的战斗时，大量的精神和情感能量被释放出来，你获得的力量是不可动摇的宁静。外部世界的混乱可以继续，但它再也无法穿透你城堡的墙壁。你成为风暴中的和平圣殿，你在世界中行动，尽你所能，但你的内心状态不再是结果的人质，因为你的幸福锚定在没有人能从你这里夺走的东西上。你选择的质量。建立你的城堡的第一个实际步骤是练习战略性暂停。在外部刺激和你的反应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你的自由和力量。当有人侮辱你，当你收到坏消息，当一个对无用之物的欲望出现时，反应性的倾向是立即用愤怒、绝望或放纵来回应。战略性暂停是有意识地扩大这个空间的行为，它是退后一步，呼吸，然后问：这在我控制之下吗？这里最明智、最有德性的回应是什么？这种练习的困难在于，它违背了我们对即时反应性的神经条件反射。我们的大脑被设计为追求效率，而自动反应比深思熟虑的回应消耗更少的能量。在一个充满持续通知和无情刺激的世界里，心智习惯于以自动驾驶模式运行。战略性暂停要求你手动控制，这在一开始看起来既费力又做作。这是一场在毫秒之间进行的战斗，在一天中的每一刻，对抗着你自己根深蒂固的习惯的强大军队。在你的王国里，战略性暂停就像在大门处有警惕的哨兵，任何信使，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未经审问都不能进入城堡。哨兵你的意识拦住信使刺激，并询问你的性质是什么。你带来的是我们能控制的消息，还是不能控制的消息？你的信息需要立即行动，还是冷静观察？没有这些哨兵，任何来自外部的谣言或挑衅都可能在城墙内引起恐慌和混乱。有了他们，君主只接收过滤后的信息，并能以冷静和清晰的方式做出决定。通过掌握战略性暂停，你将你的生活从一系列无意识的反应转变为一系列深思熟虑的选择。你获得的力量是主动性，你不再是风中之叶，被每一阵情绪或外部环境所吹动，而成为你船的船长，利用风向，但牢牢地将舵指向你选择的目的地。你成为原因，而不是结果。这是自由的真正定义，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能够选择你对问题的回应。加强你的城堡的第二个实践是 premeditatio malorum 或预想厄运。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一种韧性训练。它包括以冷静和理性的方式想象你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失业、生病、被背叛。通过提前思考这些可能性，你剥夺了他们冲击和恐惧的力量。你意识到，即使在最黑暗的环境中，你仍然可以控制你的反应、你的正直、你的勇气。你训练你的心智不被逆境所惊吓。内心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思考坏事是不舒服的。我们的文化提倡一种有毒的积极性，鼓励我们忽略负面，并只想着好事。自然的倾向是避免这些想法，把它们扫到地毯下。但是这样做，我们允许对未知的恐惧在我们心智的阴影中生长，变成一个比现实可能成为的怪物大得多的怪物。预想不是要沉溺于恐惧，而是在一个受控的环境中面对它。
这样，当他在现实世界中显现时，你会像遇见一个老熟人一样遇见他。在你的王国里，预想厄运是你军队的常规训练。在和平时期，一个明智的君主不会让他的部队变得自满，他让他们进行严格的演习，模拟入侵、围困和短缺情况。他强迫他们在寒冷、雨水和泥泞中训练。这不是残忍，这是准备。当真正的敌人最终到达边境时，他的军队不会恐慌，因为他们已经在训练中面对过那种情况100次了。他们将准备就绪，有韧性，并准备好有效而勇敢地保卫王国。这种实践的结论是获得勇气。通过在你的心智中熟悉恐惧和逆境，你在世界上变得更大胆、更有韧性。你获得的力量是一种情感上的刀枪不入，事情仍然可能出错，但他们再也不能打垮你，因为你已经演练过你的有德性的回应。你成为了那个不惧怕地平线上风暴的君主，因为他一生都在加固他城堡的地基，并为战斗训练他的士兵。来自这种准备的宁静是勇者的和平。医治城堡的最终时间是 Amor Fati Imur Fati Imunion， 这是超越接受的一步。它不仅仅是忍受发生在你控制之外的事情，而是拥抱它，就好像是你自己选择了它一样。这是一种心态，即每一个障碍、每一次痛苦、每一次挫折都是实践一种美德的机会。耐心、勇气、宽恕、韧性，这是一种信念，即宇宙不是在对你发声，而是为你发声，提供你成为最好自己所需的确切课程。这也许是所有实践中最困难的一个。人类心智在面对悲剧时的自然倾向是问：为什么是我？是感到不公、被诅咒、受害，将痛苦作为机会来拥抱，似乎是受虐的、反直觉的，甚至是残忍的。它需要一种根本性的视角转变，一种将苦难的铅转化为智慧的金子的心智炼金术。它要求你信任一个更大的过程，相信即使是最黑暗的事件也能服务于你的成长。如果你选择这样看待他们的话，在你的王国里 Amor Fati 是君主的态度。他在一场毁灭性的干旱摧毁了他的庄稼后，不是诅咒天空，而是召集他的工程师说：太好了，现在我们有机会开发一个更高效的灌溉系统，这将使我们未来免受干旱的影响。他将灾难不视为终点，而是作为创新和加强的催化剂。他利用挫折的能量作为进步的燃料，将每一次危机都转化为使他的王国更强大、更明智，为未来做好更充分准备的机会。通过融入 Amor Fati， 你达到了内心主权的顶峰。你获得的力量是反脆弱性。你不仅仅在混乱中生存下来，你以它为食。你每一次打击都变得更强。好运和坏运的区别消解了，因为发生的一切都成为你实践和成长的材料。你成为自己生活的炼金术士，那个知道自己无法控制所发牌的君主，但却能以精湛的技艺打出任何一手牌，将每一轮都转化为你品格的胜利。我们来到了第4条，也是最后一条法则，整合所有其他法则的大师策略。被重定向的雄心。在诊断了被编程的真空，理解了模仿性欲望，并建立了你的意志城堡之后，还剩下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处理你内心仍然存在的强大的欲望能量？贪婪，正如我们所说，是一种中性能量，试图完全压制它是徒劳且适得其反的。解决方案不是消灭，而是转化。被重定向的雄心是将社会引向消费和地位的原始能量，并将其引导到你的主要目标，你的至善 summum bonum 的艺术。内心的冲突在于，这种能量是狂野和混乱的。心智害怕这种强度，自然的倾向是走2条同样错误的道路之一，要么试图完全压抑雄心，导致一种冷漠和顺从的生活，要么让它肆意奔跑，陷入传统贪婪的陷阱，为金钱和权力本身而追逐它们。中间的道路，即有意识引导的道路，是最困难的。它需要工程师的纪律和艺术家的视野来建造渠道和涡轮机，将洪水的破坏力转化为水电站的生产性能量。想象一下你的王国，贪婪的能量就像一条生活在你领土山脉中的强大巨龙，其他国王可能会试图杀死巨龙压制，
或者让他烧毁他们的村庄，以换取他的黄金放纵。明智的君主选择第三条道路，他花费数年时间研究、理解并最终驯服巨龙。他既不杀他，也不服侍他，他驾驭他。他将生物的巨大火焰引导向不是破坏，而是锻造最坚固的钢铁，在夜间照亮王国，并保卫其边境免受真正的敌人侵害。他将一个威胁转变成了他最大的资产。这条法则的结论是力量与目标的统一。你不再需要在有雄心和有德性之间做出选择。你获得的力量是有灵魂的雄心，你对更多的追求不再是更多的东西，而是更多的智慧、更多的贡献、更多的精通、更多的自我主宰。你成为服务于一个崇高理想的自然力量，你对外部验证的贪婪转变为对内部成长和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永不满足的渴望。你成为了那个不仅统治一个王国，而且将其提升到其伟大最高表达的君主。重定向你雄心的第一步是清晰地定义你的主要目标。你会为之奋斗至死的是什么？如果追求它，无论外部结果如何，都能使你的生活成为一部杰作的目标是什么？对斯多葛派来说，答案很简单，过一种有德行和道德卓越的生活。对你来说，可能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家庭，建立一个道德的企业，创作能激励人的艺术，或掌握一项技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为什么，你的雄心将无处可去，只能投向社会提供的标准目标：金钱、名誉和权力。困难在于定义一个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智力练习，它是一个深刻的并且常常是痛苦的发现过程。它需要自我分析、实验和致力于一条道路的勇气。即使它不提供成功的保证，自然的倾向是回避这个大问题，用更小、更直接的目标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寻求下一次晋升比问：我为什么想被晋升？要容易得多。定义一个目标是为你生活的方向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一项如此令人生畏的任务，以至于许多人宁愿继续漂泊。在你的王国里，主要目标是你决定在市中心建造的宏伟大教堂。王国的所有活动、商业、农业、国防，现在都围绕着这个中心项目组织起来。大教堂的建造赋予了每个人的工作以意义，从石匠到建筑师。没有这个统一的项目，王国只是一系列脱节的活动，每个公民都为自己的自私目的工作。有了大教堂，王国就成了一个有共同使命的社区，一个要留给后代子孙的遗产。通过定义你的目标，你给了你的生活一个重心，你获得的力量是专注和一致性，决策变得更容易。你只需问自己，这让我更接近还是更远离建造我的大教堂？以前看起来诱人的机会，现在被揭示为仅仅是干扰。你停止将你的雄心能量浪费在几十个小项目上，而是像激光束一样将其集中在你唯一伟大的目标上。你成为了那个以清晰的愿景统治、统一并激励他整个王国的君主。确定了你的目标之后，下一步是将这种欲望的能量转化为一个日常习惯的系统。雄心本身只是一种感觉，它需要被转化为持续的行动。许多人犯的错误是等待灵感的伟大时刻。战略大师知道，伟大是通过微小的纪律行为，日复一日，不知疲倦的重复而建立的。你拿起你目标的火焰，用它来为你的日常仪式的熔炉提供燃料。无论是早起学习1小时，练习你的手艺，还是锻炼你的身体，内心的冲突是纪律与熵之间的永恒斗争。纪律需要能量，而懒惰和拖延是心智的默认状态。会有你不想做的日子，会有平庸的声音在你耳边低语，让你休息，明天再开始。自然的倾向是屈服于那个声音，打破你的习惯链。但你每屈服一次，你就削弱了你的决心，并给予了阻力力量。你雄心的战斗不是在战场上赢得的，而是在你日常选择的寂静竞技场中赢得的。在你的王国里，习惯是连接整个领土到大教堂项目的商业路线和道路。一个明智的君主知道，没有支持他的基础设施，一个伟大的愿景是无用的。他投资建设铺好的道路，积极的习惯，以便资源、你的精力和时间流向主要项目的流程是持续和高效的。他还摧毁了通往不希望去的地方的坑洼道路坏习惯。
它不依赖商人的善意来运送材料，它建立一个使运送成为必然的系统。通过将你的雄心转化为习惯，你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你获得的力量是一致性，你不再依赖于动机，那是一种不稳定和脆弱的资源，而是开始信任你的系统，那是强大和有韧性的。成功不再是运气问题，而成为时间问题。你成为了那个王国繁荣的君主，不是因为一个单一的英雄行为，而是因为日复一日毫无差错地执行的1000个微小行动的累积力量。这是欲望的真正架构。最后被重定向的雄心最终 culminates 在于理解，最终目标不是成就，而是过程。真正的回报不在于完成大教堂，而在于你在建造它时成为什么样的人。每一块砖的铺设，每一次挑战的克服，每一次做出的牺牲，都加强了你的品格，磨练了你的技能，加深了你的智慧。传统的贪婪关注目的地、财富、奖品，斯多葛派的雄心关注旅程，沿途发展美德和卓越。目标就是道路，这也许是所有重新定义中最困难的一个。我们被编程为以结果为导向，我们真是奖杯而不是训练。努力本身就是回报的想法，听起来像一个安慰奖。当结果迟迟不出现时，自然的倾向是感到沮丧。当没有外部验证时，质疑过程。需要一种深刻的成熟度，才能放弃行动的果实，在行动本身中找到喜悦和意义。无论它在外部世界产生什么，在你的王国里，这是君主的最终智慧。他监督大教堂的建设，不是因为他渴望其落成典礼的那一天，而是因为他热爱建设的过程。他在看到他的工匠的技艺、他的建筑师的独创性和他的工人的奉献中找到喜悦。他知道真正的大教堂不是石头和砂浆的，而是在其建设过程中锻造出的强大、有纪律和有德行的社区。持久的遗产不是建筑物，而是使其成为可能的卓越文化。通过拥抱过程，你达到了最终的自由。你获得的力量是无条件的满足。你的幸福不再在一个假设的未来，依赖于实现一个目标。它在这里，现在，在努力成为你最好版本的行为中，你变得对失望免疫，因为即使是失败，也成为你精通道路上的宝贵一课。你成为了那个发现了欲望政治最大秘密的君主。真正要统治、建设和热爱的王国，就是你自己。你已经走到了这张地图的尽头，但你作为内心世界君主的旅程才刚刚开始。理论已经呈现，现在开始实践。你新统治的第一个行动不是发生在战场上，而是在这里。现在用一个简单的法令，通过评论我统治来公开宣布你主权的开始。这不仅仅是评论框里的一句话，它是一种力量的宣告，一份你与自己签订的合同，你在你内心王国颁布的第一条法律。通过订阅频道并点赞，你不仅是在支持这项工作，而是在为你将要面对的战斗集结战略武库和治理工具。把这作为你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现在让我们巩固今天的学习。你学会了看清被编程的真空，揭示模仿性欲望，建立你意志的城堡，并重定向你的雄心。你不再是那个被消费文化和他人贪婪牵引绳索的木偶，你是君主，是建筑师，是你领域的主人。为了在你的心智中巩固这一转变，留下第二个评论，总结你对生活的新姿态。评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让这句话成为你的新咒语，一个持续的提醒，即外部障碍与一个被良好治理的意志的力量相比，微不足道。将这个真理刻在你的意识中。最后，如果你看到了这一点，你属于少数精英。你展示了一个真正领导者的纪律和专注，为此感到自豪，并通过评论我看到了最后来告知我们。这样做，你不仅帮助了我们，而且创造了一种社区感，向他人展示了这场转变之旅是真实和共享的。如果这条信息与你产生了共鸣，不要独享，想想你生活中那个同样在不满足的跑步机上奔跑的人。分享这个视频不仅仅是发送一个链接，它是提供一张通往自由的地图，成为你希望拥有的那个向导，帮助解放另一个君主。